大家好，我是西塔大叔 Jerry。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顺着我们上面那一集有聊到的，关于我们的西塔，就是把我们的脑波控制在西塔波频段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聊下去。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这张图哈。这张图呢，就是如果你们今天在网络上面搜寻脑波，就会得到的这张图。那我们就看到从上到下呢，依序就是贝塔波，一直到最下面这个德尔塔波。那右边呢，就是一连串的繁体中文。那我相信，身为一个识字的台湾人看到了这一串文字呢，应该也会觉得有点手无足措的感觉吧。那没有关系，今天西塔大叔呢已经帮你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了。我们看下一张图，这张图有没有非常的简单、清楚明了？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哈。当一个正常的人他清醒的时候呢，他的脑波就是呈现贝塔波的这个状态。那如果你今天发现一个人呢，他开始放空了，讲好听一点呢，可以说他入定。又或者是说呢，他现在正在进入冥想的空间，那他的脑波就是呈现这个阿尔法波的这个状态。那看到最下面这个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人呢，一定困细体啊，他的脑波就是德尔塔波。那在这个放空到睡死的这个很暧昧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西塔波的状态。它只有小小的4到8赫兹的区间，没有错。暧昧呢，就是让人受尽委屈。那我们要如何去解释这个西塔波呢？就是呢，叔叔有练过，这个是有根据的，因为呢，根据医学报道，当我们的人呢进入了所谓的深层睡眠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嘴巴的肌肉，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让口水流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呢，只要透过练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口水控制在那个要满，但是不溢出来的那个状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西塔波的状态，就是我们控制自己不要睡着，但是我们又可以处理一些事情。这个是不是需要练过呢？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有人来问了，那我要进入西塔波之后呢，可以干嘛？那我觉得呢，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打西塔波呢，你就会看到，就是西塔波就是跟我们的潜意识去做连结的那个频段。所以呢，你看到会有很多所谓的催眠师，他就是透过把一些方式呢，让这个个案进入这个西塔波的状态，好让他呢可以去探寻这个个案他在潜意识里面呢可能发生了哪一些事情，而来帮他做治疗。但是我们今天透过西塔，我们可以用自己自我训练的方式，让自己进入这个状态。这样子的话，不用假手他人，会比较安全。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说呢，那进入西塔波之后，你之前有讲过可以跟很多东西做沟通，那这个怎么解释呢？那这个就是维安娜老师呢，当他发现就是西塔波这个东西之后，那他发现西塔波不仅跟我们的潜意识做连接，甚至可以无限拓展到跟很多万事万物去做很特殊的连接。他发现了，所以他不停的透过练习，然后去开发，还有做实验，最后呢，他就把他这些经验跟心得呢集合成书本，那让我们方便我们可以去做这个理解。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有人又问了，那你如何证明连接到西塔波之后呢，就可以跟这一些特殊的事物做沟通呢？到底是哪些人呢？口沟通。好，那我会建议呢，这个人呢，你可以先找一下，就是呢，台湾你觉得香火最鼎盛的那一间庙宇，然后你进去，你去找到你觉得最资深的那个庙方人员，
然后你就问他，请问你可以证明我拿着这一炷香，我就可以跟我前面的这个妈祖做沟通吗？又或者是呢，你找一间你自己觉得最有感觉的教会，然后你进去，你去找到那个最资深的神父或者是牧师，那你问他，请问你可以证明我今天这样子祷告，我就可以跟天父或者是耶稣沟通吗？那我请大家想想，大家真的觉得是因为透过那一炷香，或者是透过这个祷告的手势，而跟我们所谓的神明去做沟通吗？如果你要问我，我给你的答案就是，其实我们人类是透过意念，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去跟神明做沟通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控制在西塔波的这个频段，因为这一些神明跟这些事物呢，他们只能在这个西塔波的频段去接收意念。那这个就跟我们的 iPhone 挂上了行动网络之后呢，它就可以连上互联网，去探索这个广大的网络世界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今天西塔大叔这样解释西塔波，是不是又让你能够更了解了呢？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听众呢，说明一下，就是西塔大叔已经开课喽。那我们关于初阶或者是进阶的一些资讯呢，你们可以直接在我的 IG 上面去做咨询。那有我 LINE 的人呢，你就直接问我吧，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拜。